想象一下哦，你家里可能还有那种20年前的录影带，有，上面可能还贴了手写的标签。对，家庭旅游之类的，其中一卷内容就是很普通的教室上课的画面，结果20年后哦，突然在网络上就爆红了，哇，拿到几百万次观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好好聊一下的奇特现象。一个跨越20年的时间胶囊，突然在数位时代被大家打开了，光听就觉得很有故事哎。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跟你一起来厘清，为什么一个看起来有点过时的教法，到了今天居然会引起这么大的情感共鸣？这中间到底看出了什么教育思维的不一样的地方？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位20年后才突然变成网红的老师，他到底是谁？对，他的教学魔法背后到底藏了什么？好，所以这个故事的核心是一支快20年前在台湾一个补习班录的 KK 音标教学影片。KK 音标，哇，好怀念的名词，对不对？主角是一位叫周玉如的老师。然后最近呢，这支影片在大陆的影音平台，特别是抖音上，可以说是彻底爆开了。这种旧影片突然翻红的例子其实不多哎，它到底有多受欢迎？你说的爆开是到什么程度？数字很夸张，光是在抖音哦，一支剪辑过的版本就拿了55万个赞。55万，那真的很多哎。对，而且还有30万次收藏，跟超过14万次的转发。哇塞！用平台的演算法去推算，这绝对是千万人次等级的流量。不过我觉得比数字更有趣的是数字后面的那个情绪。我同意，流量可能有很多原因，但如果能引发集体的情绪，那通常就是有戳到什么深层的东西。所以观众的反应是什么？留言区最常出现的一个词就是破防了。破防。对，那是一种很复杂的感觉，有震惊，有遗憾，甚至还有一点点愤慨。那个情绪溃堤的感觉。破防这个词很生动，就是心理防线被冲破了。他们是看到了什么，会让他们有这么强烈的反应？你看这些留言就知道了，那个冲击感很强。有人写：天哪，要是当年我老师这样教，我现在早就保送清华北大了。这么夸张？还有一个说，我学了10几年英文，到高2才第一次听说有音标这种东西。哈？高2才第一次？对，然后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背了那么多单字，却一个都念不准了。哇，这已经不只是惊叹嘞，这是一种巨大的遗憾，就是原来我走了这么多年的冤枉路，那种感觉。没错，就好像你苦练了10年武功，结果才发现你的武功秘籍第一页就印错了。那种感觉肯定很差。你这个比喻太贴切了，这也点出了一个非常核心的文化差异。因为对很多在台湾长大的人来说，学英文不就是先学音标吗？这点事情很正常啊，天经地义。对，理所当然。我们可能从来没想过，这件我们觉得很普通的事，会对另外一群人造成这么大的震撼。这就看得出来，两边教英文的那个思路完全不一样。怎么说？在台湾主流的教法会很强调音跟形的连结嘛，不管你是学 KK 音标还是自然发音，对，目的是要让你有办法自己拼读。没错。但是在大陆的某些教学体系里，看起来音标教学常常是被跳过的。是的，老师可能就直接教单字，带着学生一个一个念，然后叫你回家死背。所以每个单字都是一个独立的记忆任务，你手上没有一把可以解锁发音的万能钥匙。就是这样。那不就很容易变成我们常说的哑巴英文吗？完全正确，很会考试，阅读很强，但是真的要开口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周老师的影片会疯传，它就像一帖特效药，直接打中几千万人学习过程中最痛的那个点。所以，这位周瑜如老师的影片里，到底藏了什么魔法，可以让20年后的人还这么着迷？我们来仔细看看那支原始影片，真的超有趣的哦。他一开场就直接向传统的音标教学法开炮。他怎么说？我对这个很有兴趣，因为我小时候学音标，课本上就是那个嘴巴的剖面图，老实说，我从来没看懂过。
你说到重点了，他就在影片里模仿那些教材，说很多学生为了学音标跑去买参考书，结果一翻开，第一页就是那个图。对，一张巨大的发音器官图，上面标满了牙齿、嘴唇、舌头、软腭、硬腭。对对对，那个图我到现在还有阴影，很像生物课本，一看就不想学了。他接着就模仿书上的文字，用一种很夸张的语气念说：首先，请你紧闭双唇，然后再突然放开，让口腔内的气息爆发而出，产生一种爆裂的音。笑，听起来超学术。念完，他就直接问台下的学生：我刚刚在讲什么？你看得懂吗？台下当然一片茫然呢。他用这个方法点出，这种教法对初学者来说根本是灾难。这点出很多教学设计的盲点，写教材的人懂太多，结果忘了初学者什么都不知道。这种理论先走的方式，其实是在增加学生的认知负荷。你的大脑还在想软腭在哪里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同时处理发音跟记符号。就像你连球都没拿过，教练却要你先搞懂抛物线的物理公式。完全正确。他接着就批评说，有些老师一上来就丢一个很吓人的体系，告诉你母音有17个，子音有24个，然后还有分长母音、短母音、有声、无声。哇，光听就头痛了。他觉得这对国中生来说太复杂、太抽象，也完全没必要。所以他的解方是什么？他怎么把这么复杂的东西变简单？他的核心理念就是你刚刚提到的，从已知走向未知。已知，他用了学生脑中唯一已经滚瓜烂熟的东西，就是那26个英文字母。啊哈！他把这26个字母当成一座桥，带学生从熟悉的这边走到陌生的音标那边。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教学策略。心理学上叫音架理论，你不是直接给他建筑蓝图，是先帮他搭一个可以站上去的架子。没错，26个字母就是那个最稳的音架。那实际操作上呢？操作上更是充满巧思。他的指令非常具体，很生活化，甚至有点好笑。譬如说，比如说叫字母 A 对应的那个蝴蝶音他不是说请将舌位放低，他是直接对学生大喊：来，把你的嘴巴裂开一点，再裂开一点，发出一个难听的声音来，难听一点，哈哈，这个指令太棒了，对不对？他跳过了所有学术名词，直接给一个身体可以执行的动作。这其实很符合认知科学，大脑更容易记住跟身体感官有关的资讯。还有教 F 的发音，它的指令是用你上面的牙齿轻轻地咬住你下面的嘴唇，然后送气，指令超清楚。对，他甚至会亲自走到学生面前，一个一个检查口型。整个过程充满了重复和节奏感。他每教一个新的音，就马上带全班从头复习。k，像在唱 rap 一样。没错，这是在建立程序性记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肌肉记忆。对，透过大量有节奏的重复，把发音这个动作从一个需要思考的任务，变成一种近乎本能的反应。这跟学乐器、学跳舞的原理是一样的。它不只是在教知识，更像是在训练学生的口腔肌肉。而且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是，他把学习目标设定得非常的务实。他直接跟学生说，我对你们国中生的要求只有一个单字给你，你大概可以把音标写出来，念得出来。一个音标给你，你大概可以念出来，知道这是什么字。没了。就这样，没了。哇，他把那个终极目标像是成为语音学家，跟初级目标就是成为一个有自信的语言使用者，做了完美的切割。对，他甚至直接跟学生说，那些发音器官图、爆裂音、塞插音，你现在都不要理他。等你以后上了大学、研究所，对语言学有兴趣，再来研究都还来得及。这真的引出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耶。就是教育的初期阶段，我们到底应该追求理论的完整性，还是应用的自信心？
周老师的选择很明显是后者。我觉得这个选择非常明智。这让我想起我学吉他的经验。好的老师，第一堂课不会教你乐理，而是先教你弹一首最简单的歌。没错，当你成功弹出一段旋律，那种成就感会推着你继续学下去。周老师的方法就是先让学生尝到我做得到的甜头，这种内在动力的价值远远超过背诵任何理论。说得太好了。那这位能在20年前就设计出这么厉害教法的周老师，到底是谁？当我们看到你提供的那份来自国立清华大学网站上的简介时，我必须说，我真的吓了一跳。这让整个故事的层次又完全不同了。我想大家可能也很好奇，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补教名师吗？还是有什么更特别的背景？影片中的他看起来确实就是一个很会带动气氛、教学技巧很熟识的补教名师，但是他的真实身份是国立清华大学族师教育学院幼儿教育学系的特聘教授。周玉汝教授。特聘教授，哇，这个学术界的分量很重哎。对，这一下子就解释了所有事情。他的教学方法之所以这么有效，根本不是偶然的教学经验谈，而是背后有非常深厚的学术理论在支撑。没错，这完全不是什么魔法，这是科学。完全正确。你看他在清大网站上列的研究领域，就会发现关联性了：儿童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认知发展、社会情绪发展，还有亲子互动。好，我们来对一下哦。首先，认知神经科学跟认知发展，这直接解释了他为什么那么强调降低认知负荷。他非常了解一个青少年的大脑是怎么学习新东西的，知道必须避开抽象资讯，用已知的去连接未知的，然后透过重复跟身体指令建立长期记忆。所以他选26个字母当音架，让学生动嘴巴、动牙齿，这都不是凭空想的。对，这背后是有科学根据的。再来，儿童心理学，这就解释了他为什么那么重视建立学生的自信心，怕他们挫折。没错，他知道初期的挫折感是学习最大的杀手，所以他设计的目标很实际，让学生能快速得到回报，产生我能行的自我效能感。这样一个领域，我觉得也很有趣。社会情绪发展，这点非常关键。你注意看影片中，他的语气虽然严格，但充满了鼓励，甚至有点幽默感。对，他会开玩笑。他创造了一个很安全的学习环境。语言学习这种事最怕的就是犯错跟被笑。周教授对社会情绪的理解，可能让他本能的知道要怎么创造一个让学生敢于发出难听声音的课堂。我看到这点的时候，真的整个傻眼。本来以为他就是一个经验老道、很会跟学生互动的补教名秀师，结果没想到背后是这么硬的学术底子。这完全改变了我对这支影片的看法。它不是一个教学的技巧，它是一套基于科学研究设计出来的教学系统。是的，这也让这整个爆红现象从一个有趣的网络话题上升到一个值得教育界深思的案例。好的。经过这番探讨，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挖到的重点。一支20年前的教学影片，因为提供了一种极度直觉、有效的方法，精准地解决了很多人只会读写不会听说的困境，结果在网络上意外爆红。而这个看起来很神奇的方法，核心就是利用已知的26个字母去连接未知的 KK 音标，把复杂的东西变简单。没错。更令人惊讶的是，影片中的老师不只是补教名师，而是一位专精儿童心理学跟认知科学的大学特聘教授。他的教学法背后有非常坚实的学理支持。这整个现象真的是一个很美妙的意外。这是影片最初的目的，可能只是为了帮助当时补习班里的几十个学生吧。对，一个很小的目标。但科技的力量让他在20年后跨越了时空，精准地找到了最需要他的那几百万人。是啊，一个最初为了小众录制的内容，在未来找到了他真正的广大受众。这也留给我们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不是吗？怎么说？在我们身边，在那些被遗忘的旧硬碟、
蒙上灰尘的录影带，或是一位退休老师的课堂笔记里，还藏着多少像周教授这样闪着智慧光芒的教学方法或绝妙的点子？他们或许只是需要一个对的平台，一个对的时机，被重新发现而已。然后就像这支影片一样，去改变更多人的学习方式，甚至弥补他们多年的遗憾。